常常有人跑来找我诉苦，尼斯啊，我这辈子做牛做马这么拼，怎么户头里还是存不到钱啊？或者是哭诉，尼斯啊，我先生天天跟我找茬，这日子到底要怎么过哦？今天我要在这边告诉各位，真的不是你不够努力，是你根本没搞懂老天爷当初到底塞给了你一张什么样的命理底牌。今天的内容我就把农历初1到30出生的命格一次给大家讲个透彻，把各位这一辈子的财运、婚姻、子女运一个个摊开来帮你找原因，看看你这辈子到底是哪里走得比较辛苦，又该怎么把这手看似难打的烂牌给漂漂亮亮的赢回来。我先来给你们讲讲农历初2、初5、初8、初10、17、20这几天出生的人到底是个什么命。我给他们起了个外号叫孤独野狼命。什么意思？就是这辈子虽然六亲缘浅，但却能白手起家，大器晚成。我们先来说说初8和初5出生的。有个在夜市做批发生意的大老板，我们叫他阿财吧。有一年阿财开着名车停在我诊所门口，看起来风光得很，但他一坐下来眉头皱得能夹死蚊子。他跟我诉苦说，尼斯啊，我这辈子什么都有了，就是没有家人的温情。我从小就跟我爸不对盘，16岁我就提着一个破帆布袋，口袋里揣着几百块钱，离家出走去外地打拼。我在工地搬过砖，在夜市摆过地摊，现在我发大财了，想回老家孝敬父母，但我爸看到我还是板着脸，兄弟姐妹也都当我是外人，只认我的钱，我这心里真的是空落落的哦。我拿过他的八字一看，农历初8出生，我语重心长地告诉他，阿财啊，你知不知道你这是老天爷赏饭吃啦？初8出生的人天生性情伶俐，为人处事圆滑的不得了，你能在社会上混得风生水起，靠的就是你这种脑筋转得快，能屈能伸的本事，这是你的财，所以你的事业运绝对好。但是我话锋一转，老天爷是公平的，给你开了一扇大门，就得关上一扇小窗。初8出生的人命中注定与父母亲缘之间关系比较淡薄。为什么？因为如果你生在一个把你宠上天的富贵人家，或者你天天赖在父母身边当乖宝宝，你那种野性和圆滑根本激发不出来嘛，你的潜力就发挥不出来了。所以初8的人大多少年就要离家去异地求学或者求生存。你现在发了财，回过头来抱怨跟家人没感情，你错了，就是因为当年那股子无依无靠的狠劲才逼出了今天的你。你应该感谢当年那种放手跟冷淡的环境。阿财听完愣在那边，眼圈红了，最后重重的给我鞠了个躬，心结打开了。同样情况的还有初5出生的人。初5生的人天生聪明伶俐，福禄其实是非常深厚的，但是你们给我记好这个但是，他们的命格里也是可惜比较少有亲朋好友可以依靠的。大家都在年少的时候就必须步入社会，完全靠自己的一双手白手起家。你们如果生了初5的孩子，或者你自己是初5的，千万别去抱怨，哎呀，我怎么没有个有钱的爸爸，我怎么连个拉我一把的亲戚都没有。千万别这么想，你的命盘里你的双手就是你最大的贵人，你越早看透这一点，越早丢掉依赖心，你翻身致富就越快。接下来我们来看看初2和初10出生的。这2天出生的人性格有个共同点，就是人比较正派。初2出生的男孩子大多面容清秀，长得斯斯文文的，一表人才。女孩子呢，聪明机敏，眼睛水汪汪的。初10出生的人呢，个性非常爽朗，做人诚恳老实。但是这2种人早年也是要吃点苦头的。你看初2出生的人性格明明很温和，身体也很健康，但偏偏家族缘分淡薄。很多当妈的来找我哭，尼斯啊，我那儿子长得那么俊，性格那么乖，怎么偏偏跑到那么远的异国他乡去结婚生子了，几年都不回来一次。我还是那句话，顺势而为。初2的人命中就有远赴他乡成家立业的趋势，他们就像是一颗蒲公英的种子，风一吹必须要飘到很远的地方才能扎根发芽。你要是硬把它留在身边，他的事业就会像枯萎的草一样发展受限。放他走，他在外乡反而能闯出一片天。再看初10出生的人，初10的人因为个性太爽朗诚恳，常常心里有什么就说什么，不会拐弯抹角。在少年时期
他们因为命格里缺少家族父兄的庇护，凡事都要自己去扛，就像大雨天没伞的孩子，只能拼命往前跑。所以初10的人年轻时候过的是比较辛苦的，常常会被人占便宜或者吃暗亏。但是你别急，初10的人老天爷是非常心疼的，因为他们做人诚恳，这叫什么？这叫积阴德。到了关键时刻，或者是到了中年以后，必定会有贵人出现。以前你帮过的人，你吃过的亏，都会在中年以后变成你事业上的垫脚石。运势一路走高，到了晚年绝对是安乐享福的命格。所以初10的人年轻时吃苦当吃补，千万别愤世嫉俗哦。最后这一类里最让人心疼，但也最让人敬佩的是17和20日出生的人。这2天出生的人，我每次看到他们的八字，心里都要叹一口气。为什么？因为他们这辈子就像是在走蜀道，难于上青天。尤其是前半生17日生的人，早年的叫一个命运多舛。什么叫多舛？就是你刚觉得今天天气不错，出门就被鸟屎砸中，你刚把一个小生意做起来，马上就遇到倒闭风波，苦难意外常常会有接踵而至的感觉。有些人年轻时甚至生过大病，或者家里经历过大起大落，很多人走到一半就放弃了，觉得老天爷对他们不公。错，老天爷不是偏心，是在历练你。17日出生的人虽然不算那种绝顶聪明的天才，但是他们有一个极大的优点，就是忍耐力过人，而且心思极其细巧。经过早年那些千锤百炼，把他们的性格打磨得像金刚石一样坚硬。到了中年之后，运势开始走高，因为之前的经验太丰富了，事业上会突然获得非常多绝佳的机会，以前失去的财物会成倍的赚回来，收入逐渐增多。这是标准的晚年发达的命格。20日生的人也是一样，他们一生的运势波折极大，常常会遇到各种莫名其妙的意外风波，搞得身心烦扰，非常劳苦。你问他们累不累，他们肯定说累得想放弃，但所幸的是命中会遇贵人。20日生的人只要咬紧牙关撑过去，不走歪门邪道，哪怕摔得满身是泥，也会有一双手把你拉起来。最后属于逐渐昌盛的命格，越老越吃香。所以各位，今天这第一堂课听明白了没有？如果你家里有这几天出生的孩子，或者你自己，就是不要去抱怨父母没有留金山银山给你，不要抱怨亲戚不帮忙，更不要抱怨年轻时为什么那么辛苦。记住我的话，老天爷不给你屋檐，是为了逼你自己去建一座城堡。六亲缘浅反而能让你无牵无挂，大展拳脚。独立就是你走向成功的最好武器。各位，这第一类独行野狼我们说完了，他们是老天爷不给饭，只能自己去抢饭吃。但这第二类每次来我这里我都忍不住直摇头。为什么？因为这类人是老天爷明明端着金饭碗喂到他嘴边，他非要嫌饭烫，一巴掌把碗给推开了。这就叫聪明反被聪明误，才华盖世却容易出包的命格。你们翻开日历看看，如果是农历初4、11、14、16、18、21、23这几天出生的，心里都要给我敲响警钟了。你们天生脑子转得比别人快，学东西比别人强，但为什么很多人混到最后，要么发展受限，要么众叛亲离？今天我就来给你们掀开这层皮。我们先讲讲最让人觉得可惜的16日和18日出生的人。这叫恃才傲物，孤芳自赏。有年夏天，诊所里来了一对母子，那个妈妈70多岁了，满脸愁容，她牵着一个40多岁的男人进来。这男人戴着厚厚的黑框眼镜，头发乱糟糟的，眼神闪躲，整个人散发着一股阴郁幽闷的气息。妈妈一坐下来就哭诉：尼斯啊，您帮我看看我儿子建宏吧，他可是当年台大的高材生啊，去美国拿了双硕士回来的。小时候读书从来不用我操心，拿奖状拿到手软，可是他怎么一进社会就处处踢铁板呢？在科学园区的科技厂上班，没干2年就卷铺盖走人，后来换了几个地方，总是被人排挤，现在干脆把自己锁在房间里，3年没出门工作了，天天骂这个世界不公平，骂那些老板都是白痴。您说他是不是卡到阴了？我连8字都没排完，一听这生日16日生，我看着那个建宏说：卡什么阴啦？你这是被你自己的傲气给卡死了吗？16日出生的人，我告诉你，学习能力绝对出众，天资聪颖，
在学校里随便考考都能超出同辈一大截。可是老天爷给你这么好的脑子，不是让你拿来瞧不起人的。我盯着他，语重心长地说，你在公司里是不是觉得同事都反应慢？做专案的时候有了成就，你是不是觉得全是你一个人的功劳，根本不把别人放在眼里，甚至还想独享那些奖金和名声？我告诉你，你这种性格在职场上就是个活靶子，惹来多少流言蜚语哦，招来多少小人暗算，最后搞得自己思虑过多，天天在家里幽怨闷闷不乐，变成一个标准的忧闷类型命格。你怪谁？怪你自己身段放得不够软。我常常跟这些人讲，才华是一把极其锋利的宝刀，如果你没有宽容和气度来做刀鞘，这把刀越锋利，你没砍到敌人之前，就先把自己割得鲜血淋漓。跟16日很像的还有18日出生的人。18日的人才智和勇气都好得不得了，遇到困难敢往前冲，遇到难题能解得开，但是他们的致命伤在2个字，固执。18日的人脾气有时候又臭又硬，跟石头一样，在工作上极其容易跟人发生口角，动不动就拍桌子吵架，因为他们觉得我就是对的，我的案子就是最好的，才能卓越，就容易缺乏合作精神，甚至看谁不顺眼还会刻意去排挤他人。各位啊，人活在这世上靠的是和气生财，靠的是众人拾柴火焰高嘛。你天天跟人作对，长此以往，你的福分全被你的硬脾气给削减光了。所以很多18日出生的人，年轻时风光无限，到了中年以后运势平平，甚至一落千丈，晚景凄凉，这都是自己把路给走窄了啊。接下来我们来看看初4、14和11日出生的，这叫开局一把好牌，打得稀巴烂。先说11日生的，这种人聪慧敏锐，而且意志非常坚定，有过人的决断力，在投资或者做生意的时候，往往能一眼看准商机。11日的人这辈子运势其实很不错，是绝对有福分的命格，老天爷常常会把好机会送到你家门口。但是毛病出在哪？出在短视，他们缺乏长远规划，看到今天开手摇饮店赚钱，全副身家砸进去，明天看人家搞房地产发财，又赶紧撤资去炒地皮，就像猴子拔玉米，拔一个丢一个，最后两手空空。好，机遇一次次跟他们错身而过，导致财运非常淡薄，这就叫战术上的天才，战略上的外行。初4日和14日的人呢，初4的人不论男女，大多好学，才智出众，中年之后绝对会遇到大贵人相助，事业上能上一个大台阶。但是初4的人有个要命的缺点，就是把好脾气全给了外人，把最坏的脾气留给了家人。他们在外面是谦谦君子，回到家跟太太、跟先生、跟孩子3句话说不到一起就吵架，家庭生活的交流多有纷争。俗话说家和万事兴，你家里天天像战场，你的好运势迟早要被这股怨气给冲散。14日出生的男孩子大多长得清秀俊朗，女孩子天生具有敏锐的天资，可惜运势普通，有点像温水煮青蛙，想要翻身怎么办？我告诉你，别无他法，要么你比别人勤奋刻苦10倍，要么你就把眼睛擦亮，多去结交良师益友。到了中年，只要遇到那个拉你一把的贵人，运势才能彻底反转。最后我们来讲讲最让人头疼的21日和23日出生的人，这叫不听老人言，吃亏在眼前。这2天的人尤其容易在钱财上翻大车。我诊所附近有个公园，有个林阿伯，今年快70了，当年那可是风光无限的土水大老板，现在呢，天天坐在公园长椅上抽闷烟。前阵子跑来找我，一开口就是倪师啊，你帮我看看我家风水是不是破了，我最近玩股票又亏了300万，退休金全搭进去了，你教我个招，让我把本翻回来吧。我一看他的八字21日生，我忍不住敲了敲桌子，林阿伯，你家风水没破，是你这颗心破了个大洞啦。21日出生的人个性极其上进，处事也非常圆滑，而且最大的优点是不畏挫折和磨难，勇气和毅力异于常人。你们这群人天生财运就颇佳，赚钱对你们来说不是难事。可是我盯着他的眼睛，你们最要命的一点就是不善于听取他人意见，刚愎自用到了极点。别人说前面有坑，你偏说你跳了过去，别人说这张股票不能买，你偏要去抄底。因为你们太自信了，所以
极度偏好从事投机事业，玩股票、赌博，搞什么高风险投资。你以为你是股神吗？你这真的是在拿命搏哦。老天爷给你的财运全被你的赌徒心理给败光了。你阿伯被我说的头都不敢抬。我告诉他，你现在要做的不是看风水，是赶快把你的看盘软体删掉，安安稳稳的拿钱去买几个茶叶蛋吃。还有23日出生的人也是一样，个性多变，脾气急躁，今天想干这个，明天想干那个，做事定性严重不足。这叫什么？这叫心猿意马。你心不宁，气就不聚，气不聚，财怎么留得住？所以23日的人运势常常呈现吉凶交错的现象，上一秒刚赚了一笔大钱，下一秒马上出个车祸赔出去，或者动不动就因为性格急躁跟人发生争斗，惹上官司。我在这里郑重建议23日出生的人，你们这辈子最大的修行就是修定力，试着把那个急躁的毛病给改掉，遇事在心里默念30秒再开口，只要能矫正这个缺点，把心安下来，你们晚年的运势绝对会有大好的转变。各位乡啊，这第2类命格讲完了，你们听懂了吗？为什么老天爷给了你那么好的脑子，那么好的胆识，你却过得不如人意？说到底就是性格害了你。不要以为聪明就能当饭吃，在这人世间走跳，真正能让你走得长远的是厚道，是气度，是虚心受教，把你的锐气收一收，把你的脾气压一压，老天爷赏的那碗饭你才能端得稳，吃得香。各位，这第2大类聪明反被聪明误的讲完了，底下是不是有很多人在冒冷汗？别急，接下来要讲的这第3大类才是每天在我诊所里让我听到耳朵都要长茧子，看到眼泪流成河的重头戏。这是什么？这就是婚姻与子女。你们这群当阿公阿嬷的10个跑来找我算命，有9个是为了家里那本难念的经，不是抱怨先生老了脾气古怪，就是哭诉儿子不长进，女儿嫁错郎。我常常跟你们讲，这世上没有无缘无故的爱，也没有无缘无故的恨。一家人能凑在一个屋檐下，很多时候就是来还债的。今天我就来点醒你们，农历初3、15、19、25、28出生的，你们这辈子在感情和家庭这条路上到底背着什么样的剧本？我们先来下最重的一剂猛药，说说初3和15出生的，这叫外表光鲜内里掏空的命。开头引言我讲的那个为了30多岁啃老儿子痛哭的老太太，就是初3出生的。初3的人啊，很多时候在外人看来，哎呀，夫妻2个手牵手去菜市场，和和气气的，从来不在大街上吵架。但这叫什么？这叫粉饰太平。回到家关起门来，往往是同床异梦。初3的人，婚姻里最怕的就是虽然和睦，但恐怕无法携手到老。为什么？因为沟通不在一个频道上，而且初3的人子女运非常薄弱。你越是强求子女要在身边孝顺，子女就越是给你惹麻烦。唯一能化解的方法是什么？就是4个字：修身养性。把心事从子女身上收回来，去公园打打太极拳，念念经。你不管他，子女的运势反而能顺起来。但相比初3、15日出生的女人，那才真的是让我看得又气又心疼。就在上个月，新竹来了一位董娘，穿金戴银，拿着个爱马仕的包包，一进我诊所，保镖还在门外站着呢。结果门一关，这位气场1.8米的董娘直接在我面前眼泪一直掉，哭得妆都花了。她说：尼斯啊，我这辈子是造了什么孽哦？我先生是个软脚虾，公司里里外外全靠我一个人撑着，我认了。可是我那个宝贝独生子才20岁，成天跟着外面那些不三不四的人混在一起，打架斗殴，前天还跑到地下赌场欠了几千万的赌债，被人拿了刀堵在门口啊！我该怎么救他？我拿过他的八字一看，农历15日生。我坐在椅子上看着他说：你今天就算哭得再伤心，这几千万的坑你也得自己想办法填。为什么？因为这是你一手灌出来的。好，我叹了口气说：15日出生的人，天生为人温和笃实，结了婚，你们往往是那个愿意付出、愿意庇护子孙的人。但是老天爷在你们的命盘里写得清清楚楚，你们15日出生的女人命运比较乖舛，因为你们自己太能干、太温和。如果嫁给一个性格软弱的男人，这个家就会阴阳失调。你们这种命格必须听清楚，是必须嫁给一个命格强硬的男人，
也就是那种脾气比你还大，镇得住你的男人，才能把你命里的煞气给压下去。你看看你，我说先生比较不济事，你一个人当爹又当妈，你的命盘里最忌讳的一点就是，子孙若有好勇斗狠的不吉之象，切不可溺爱姑息，必须严加管教。你做到了吗？你儿子第一次在学校打人的时候，你是不是拿钱去摆平了？你儿子第一次赌博的时候，你是不是偷偷帮他把债还了？连你先生都不知道，你这叫庇护子孙吗？你这等于是亲手把一瓶毒药喂到你儿子嘴里啊！董娘听了浑身发抖，一句话都反驳不出来。我告诉他，你现在要救你儿子，唯一的办法就是把他的银行卡全部停掉，让他搬出你的豪宅，让他去面对自己闯了祸，让他去吃牢饭，哪怕他在外面吃尽苦头，也比跟着你这个当妈的丢了命强哦。15日出生的人收起你们泛滥的母爱，就是对子孙最大的功德。说完了15日的女人，我们来看看19日出生的男人，这容易栽在桃花下。19日出生的人，哎呀，那命是真的好，天生家境优渥，生下来就嘴里含着金汤匙，就算中途家道中落，那苦难也是一时的。这种人一辈子都有老天爷保佑，属于颇有荣华的命格，走到哪都能赚钱。但是各位，老天爷给你开的财库，往往就会在色字上给你挖个大坑。我有一个老主顾，在台中做土地开发的，姓张，张老板，前2年红光满面，今年年初来找我的时候，戴着个大口罩，眼神闪躲，整个人瘦了一大圈，连路都走不稳了。他支支吾吾的跟我说，尼斯啊，我最近觉得身体虚得很，去医院检查，医生也说不出个所以然，你帮我看看是不是祖坟风水出了问题。我一把抓过他的手腕，一摸脉，再看他农历19的生日，我摇了摇头说，张老板，祖先在地下睡得好好的，你别去怪他们了。你把口罩摘下来，看看你自己的脸色，黑气都浮到眼眶上了。我压低声音，你是不是在外面养了小三，还是去那种不干不净的地方风流快活了？现在惹上暗疾了，有苦难言了吧？张老板吓得差点从椅子上摔下来，连连摆手求我小声点。我最看不得这种事，我指着他说，19日出生的人，一辈子的荣华富贵，全容易毁在一个淫字上。你们命里最要提防的，就是桃色之灾。你以为你手里有几个闲钱，就可以在外面花天酒地？老天爷这是在收你的福气啊！染上这种见不得人的病，你不敢跟太太说，不敢跟儿女说，最后孤孤单单的躺在病床上，连个心疼你的人都没有。听我一句劝，你今天回去以后，把外面那些乱七八糟的关系彻底断干净，去庙里好好忏悔，然后再来找我开药，否则大罗神仙也救不了你哦。所以19日的人记住我的话，感情上专一一点，你的福报就能长久一点。接下来我们说说让无数父母操碎了心的关于结婚早晚的命格，那就是28日出生的人。很多阿公阿嬷最喜欢催婚，女儿才20出头就天天念叨，哎呀，隔壁老王的孙子都在满地跑了，你到底什么时候嫁人啊？如果你的孩子是28日出生的，我要提醒你，千万别急着催哦。28日出生的人，那是绝对的早婚必败命格。前阵子有个陈妈妈硬拉着她22岁的女儿来找我择日结婚，男方也是个20出头的小伙子，两个人都还在迷茫期。我一看这女孩子28日生的，直接把红纸给推了回去。陈妈妈急了，尼斯，你这是干什么？多好的姻缘啊！我急着说，这哪是好姻缘啊，你这是把亲生女儿往火坑里推哦。28日出生的人早年身体情况本来就比较差，容易生病，而且心智不够成熟。如果早婚，贫贱夫妻百事哀，绝对是多有口角，多有不吉，最后肯定容易以离婚收场。你让他现在结，不出3年，他可能就抱了孩子哭着跑回娘家找你。但是我把语气缓和下来，看着那个被吓坏的女孩，如果你能晚婚，等到30岁以后，等你把身体养好了，把事业稳定了，看男人的眼光也准了，那时候再结，你的夫妻关系绝对是和睦美满，而且到了中年，运势会有大逆转。只要你记住不贪不躁，本本分分做事，你这辈子就是个财力富足的好命格。陈妈妈听完直拍胸脯后怕，赶紧把这门婚事给往后推了。所以顺应天时，该晚的你别急着催。最后我们在这一章
给个正面的例子压压惊，那就是25日出生的人，这叫家和万事兴，听太太的话会发达。25日生的人，不管男女，个性都非常忠厚执着。他们这辈子最大的特点就是把家庭看得比天还大。这种人，尤其是男性，那是打着灯笼都难找的。好，先生他们命中注定婚姻运极佳，为什么？因为他们懂得疼老婆。结了婚以后，太太就是他们最大的贵人。太太的一句话顶过外面算命先的100句。只要他们把太太照顾好了，家里和和气气的，太太就能在事业上，在人际关系上给他们极大的帮助。所以如果你的先生是25日出生的，恭喜你捡到宝了，好好帮衬他，你们家绝对能红红火火。如果是25日出生的男人，你们也给我记住了，这辈子少去外面应酬，多回家吃太太做的饭，你的财运全在你太太的笑脸里了。各位，这第3大类的婚姻与子女命格，我算是给你们摊得一清二楚了。发现没有，不管是宠坏儿子的董娘，还是惹上暗疾的富商，很多灾难归根结底都是因为你们逆天而行，被自己的贪欲、溺爱和无知给蒙蔽了双眼。这世上没有过不去的坎，只有看不透的心。把心摆正了，把家管好了，该狠心的时候绝不手软，该收敛的时候绝不放纵，这才是你们后半生最好的风水。好啦，各位，刚刚我话说的重了一点，别怕，算命不是光拿来吓唬人的，老天爷有关门的时候，自然也有开窗的时候。前面讲的那些，要么是6亲缘浅要拼命的，要么是脾气太臭把福气做没的，要么是家里一团乱麻的。接下来这第4大类，我们来讲点让人心里热乎的。这第4类命格，我叫它倒吃甘蔗，大器晚成，平安持家的后福命。你们赶紧翻翻家里的日历，看看你或者你身边的亲人，是不是农历初1、初6、初7、初9、12、13、22、24、26、27、29、30这几天出生的？如果是，我今天先给你们道个喜。你们这辈子啊，也许前半段看起来平平淡淡，甚至有些土里土气的，但你们的福报全都在后头等着呢。我们先来讲讲最让我敬佩的12日和26日出生的人，这叫厚德载物能发家。我诊所附近有个李阿莫，今年快80了，平时看到他总是穿着打补丁的旧衣服去菜市场买菜，连个塑胶袋都要洗干净晾起来重复用。别人家里淘汰下来的旧沙发、旧电风扇，他都要捡回去修修补补接着用。很多邻居在背后笑话他，说哎呀，李阿莫节俭的要死，一辈子没享过福哦。有一次他来看诊，旁边有个穿着珠光宝气的太太，还用那种嫌弃的眼神看他。我当时就不高兴了，我指着那个太太说，你懂什么？你看不起人家李阿莫，人家可是农历12日出生的，这叫什么命？这叫为人温和敦厚，日常生活简朴，旧物舍不得丢，这是在替子孙祈福啊。我告诉大家，12日生的人看着朴素，其实财运颇佳，他们不贪图一时的虚荣，把福气全都一点一滴的攒进了命盘里。你猜怎么着？李阿莫的3个儿子，一个在美国当教授，2个在台北开大公司，孙子个个是学霸。到了晚年，运势持续走高，整个家族兴盛的不得了。这才是真正的福禄深厚。其实这才是最实在的福气啦。跟12日很像的，还有26日出生的人，个性慈悲温和，为人敦厚勤俭，平时看着运势平平，不显山不漏水的，在公司里也就是个老实巴交的员工。但是因为他们平时积德行善，不跟人争抢，到了人生最关键的时刻，或者遇到大难关的时候，绝对会有意想不到的贵人出来帮他们一把。这就叫平时不烧香，菩萨也知道你是个好人，最后往往能功成名就，安稳落地。接下来我们说说靠义气和本分打天下的22日、29日和13日出生的人。现在这个社会，为了几百块钱能跟兄弟翻脸的人太多了。但如果你遇到这3天出生的人，你尽管把后背交给他们。22日出生的人偏性灵敏，脑子不笨，但最难得的是什么？是他们为人守信，讲道义，做生意也好，交朋友也好，从来不做讹骗他人的事情。你给他1块钱，他绝对还你1块2。这种人年轻时可能会吃点亏，觉得哎呀，怎么别人靠骗能发财，我这么老实却赚不到大钱。尼斯告诉你，
别急，你这是在银行里存阴德，等你到了晚年，以前积累的福分会像滚雪球一样爆发出来，绝对是名利双收的命格。29日出生的人呢，个性忠厚，做事极其踏实，最重要的是不好高骛远，颇具古代那种大侠的侠义特质。路见不平或者朋友有难，他们绝对是第一个掏腰包的。老天爷怎么奖励这种老实人呢？就奖励在他们的婚姻上。29日出生的男性，你们的太太大多富贵，而且善于经营，这就是老天爷派来帮你理财，帮你持家的贤内助。你负责踏实做人，太太负责赚钱顾家，妥妥的富裕幸福命格。还有13日出生的人，性格亲民耿直，不管走到哪里都会受到他人的尊敬。13日的人无论男女，我跟你们说，一辈子在钱财上基本上没有困顿过。尤其是13日出生的女人，那是运主富贵的命格，金钱运势十分强劲。为什么？因为你心术正，财神爷就喜欢往你家跑嘛。再来，我们讲讲旺夫旺家和天生赢家的命格。初一、初六、初七、初九、24、27、30日生。很多男人跑来问我，尼斯啊，我这辈子能不能发财？我常常跟他们说，你看你太太是哪天出生的？如果是初一日出生的女人，你小子就偷着乐吧。初一日的人虽然福气和官禄很难兼得，但是财运极佳，尤其是女人，那是标准的旺夫命。结了婚之后，哪怕你本来是个平平凡凡的穷小子，只要你听太太的话，不瞎搞，你们家的经济状况绝对能蒸的往上涨。初7日出生的女人也是一样的好命，虽然性格有点复杂，有时候会临时改变心意，让你觉得摸不着头脑，但是不管是工作、家庭还是身体方面，初期的女人运势都是绝佳的，属于长寿康泰的命格。家里有个身体健康、福气满满的女主人，这难道不是一个家最大的福报吗？还有初6、初9和27日出生的人，这类人年轻时就是2个字，平顺。初6的人兴趣广泛，好学但少有专精，早年平平，中晚期才开始运势亨通。初9的人，少年和中年时期学业事业都没什么太大的成就，就在公司里当个小主管，平顺安稳。但到了晚年，运势开始增强，因为心肠慈悲，也是安享晚年的命。27日的人工作非常努力，机敏简朴，收入高。但我要提醒27日的人一句，你们虽然会赚钱，但财运比较淡薄，钱容易左手进右手出，必须要把财务规划做好，少去碰那些不懂的理财产品，晚年自然也能大获成功。30日出生的人呢，那是天生的赢家，聪颖正直，乐于助人，天生就是理家管家的好手。日常生活中很少有那些乱七八糟的烦恼，心里总是敞亮的，这是心气大旺的命格。至于24日出生的人，个性开朗，行事专一，乐于助人，天生有理财观念，属于昌盛繁荣的命。但只有一个小小的条件，你们心太软了，所以婚配对象最好找那种命格强硬的人，互补一下才能守得住财，镇得住场子。各位，这30个日子我算是给你们讲得明明白白了。这第4大类的后福命其实就告诉我们一个道理，人啊，不怕起步晚，就怕心长歪。那些最终能倒吃甘蔗安享晚年的人，哪个不是靠着勤俭本分善良和道义一步步走出来的？老天爷的账本算得比谁都精，你年轻时吃亏是福，晚年福气自然来敲门。刚刚讲完了30个日子，今天干脆再把你们平时最爱问最纠结的3个问题一次给你们解答清楚。第一个问题也是问的最多的，尼斯啊，我是农历闰月出生的，那我到底算哪一天啊？我的命是不是比别人多受一次苦啊？各位，什么叫闰月？那是老天爷为了平衡历法多塞给你们的一个月。很多闰月出生的人，特别是老一辈的，总觉得自己是个多余的，或者觉得自己的命格很乱，算不准。我告诉你们，错得离谱。闰月出生的人，不管是闰4月、闰6月还是闰8月，你们在排命盘的时候，不要去管那个闰字。你闰6月初5生，你就看我刚刚讲的初5的命格。但是闰月出生的人身上有一个普通人没有的特质，那就是韧性极强。你们就像是夹缝里长出来的小草，老天爷既然能在日历里硬生生给你挤出一个月来让你降生，就说明你的生命力比一般人旺盛得多。
所以闰月出生的你们，这辈子遇到再大的坎，别怕，你们的命底子厚实着呢，抗压能力绝对是一流的。别人过不去的关，你们咬咬牙就挺过去了。以后谁再说闰月命不好，你千万别往心里去。第二个问题，很多刚当上阿妈的跑来问，尼师，我媳妇下个月要生了，我找算命先挑了个黄道吉日，打算让她去剖腹产。您说这人工挑的日子，老天爷认不认啊？算出来的命还准不准啊？哎呀，听到这种话，我真的是又好气又好笑。你们以为老天爷是我们家开的便利商店吗？你想哪天结账就哪天结账。我今天就给你们交个底。如果你是因为胎位不正难产，医生说必须剖腹，这叫什么？这叫迫不得已的顺应天命。这种情况下，剖腹产出来的八字准，因为这是老天爷借医生的手，让这个孩子在这个时辰出来。但是如果你媳妇本来好好的能顺产，你非要拿这个生辰八字逼着医生在某年某月某日某时给你切一刀，硬把孩子掏出来，我告诉你，这叫逆天而行。你以为你挑了个初一或者13的大富大贵命，孩子将来就能当大官当首富了？别想太多了哦。这种强行改命生出来的孩子，他的八字排出来表面上好看，但骨子里往往会气场不稳。为什么？因为瓜还没熟你就硬扭，强扭的瓜不甜嘛。这种孩子将来长大往往容易性格固执，或者身体出现些莫名其妙的毛病，也就是我们中医说的先天禀赋不足。所以那些天天算计着剖腹产挑日子的长辈们，把你们的算盘收起来吧，让孩子自己挑时间出来。他哪天出生，那就是他这辈子该修的功课，老天爷给的才是最适合他的。第三个问题，也是最戳心窝子的一个问题，尼师，我刚刚对号入座了一下，发现我全家都是你说的孤独命、破财命、还债命，是不是我们家祖上没积德，这辈子彻底完蛋了？各位，这世上没有绝路，只有转不过来的弯。你觉得你是破财命，那你就去当个安分守己的上班族，每个月领薪水，不去玩股票，不去赌博，不去贪那些高息的理财产品，钱一到手就交给你那个会理财的太太，你还会破财吗？你这叫平安是福。你觉得你是婚姻还不清的债，那你就晚点结婚，或者结婚后少看对方的缺点，多看看对方的优点。先生脾气臭，你就当他在念经；太太爱唠叨，你就当是在听收音机。你不跟他计较，这债自然就化解了吗？各位，命盘就像是一张天气预报图，天气预报说明天有暴风雨，你非要硬淋着雨往外冲，结果感冒受寒了，你怪天气预报不准吗？聪明人看到明天有暴风雨，就在家里待着，喝喝茶，看看电视，或者出门把伞打好，雨衣穿好，等雨停了，外头照样是晴空万里。所以不管你今天是初一出生的还是30出生的，不管你是大富大贵还是六亲无靠，这3个字你们给我死死的刻在脑门上，知进退，这才是我今天在这里最想告诉你们的通天大道。好了，今天这堂课我一口气讲了农历初一到30个日子的命盘。我知道你们记性不好，常常是左耳进右耳出，为了怕你们白听，我今天就再最后啰嗦一遍，给你们来个重点复盘，大家要牢牢记住。第一，初2、初5、初8、初10、17、20日生的，你们这辈子最大的禁忌就是怨天尤人，不要再哭诉爹不疼娘不爱，六亲缘浅了。老天爷把你踢出家门，是为了让你在外面打下一片江山。你的救命招就是斩断依赖，远走他乡，白手起家。你越独立，你越能发大财。第二，那些初4、11、14、16、18、21、23日生的聪明人们，你们的禁忌就是狂妄自大跟投机取巧。别以为自己读了2天书，赚了几个小钱就天下无敌。你们的救命招是把你的傲气收敛一点，虚心听人劝，和气能生财。记住，你的度量有多大，你的财库才能有多大。第三，那些初3、15、19、25、28日生的人，你们的禁忌是什么？是溺爱和贪色。15日的女人，你要是再敢塞钱给你那不争气的败家子，你就是亲手推她下地狱。19日的男人，你要是管不住下半身，桃花劫就能要了你的老命。28日的，千万别早婚，你们的救命招就是该狠心时就狠心，该晚婚时就晚婚，管好自己的下半身，把心思放在正道上。最后，那些初1、初6、
初7、初9、12、13、22、24、26、27、29、30日生的厚道人，你们继续保持你们的善良勤俭，不要去眼红别人赚快钱，你们的福报都在后头，稳扎稳打，晚年绝对是金玉满堂。好了，这30个日子的命盘我都给你们批完了，可是你们今天听完课，心里到底悟出了什么道理没有？有很多人跑来找我说，尼斯啊，您帮我改改家里的风水布局吧，我要买个貔貅，我要摆个水晶阵，我要化解我的坏命啊。我今天就在这里给你们一句掏心窝子的实话，这世上到底什么是风水？最好的风水其实就是你们的人心。你们想想看，如果一个人满脑子都是贪嗔痴，天天在外面算计别人，对父母不孝，对兄弟不义，纵容自己的子女为非作歹，这种人哪怕你把他安葬在皇帝的龙脉上，哪怕他住着风水最好最昂贵的豪宅，有用吗？老天爷照样会降下灾祸，因为他的心坏了，他的磁场就全乱了，再好的风水也拖不住他自己造的孽。反过来，如果一个人心地善良，就像我们刚刚说的那个捡废品旧衣服舍不得丢的12出生的李阿莫，他哪怕住在漏水的破铁皮屋里，但他勤俭持家，积德行善，不跟人结怨。他那个破屋子就是全台湾最好的风水宝地，因为菩萨天天光顾他家，财神爷天天护佑他的子孙，这叫什么？这就叫福地福人居，是人养风水，不是风水养人。所以今天我跟你们讲，出生日不是让你们去认命，去抱怨老天爷不公，算命是为了知命，知命是为了改命。怎么改？修心，把你们心里的那些抱怨、贪婪、嫉妒、急躁全都给我像倒垃圾一样倒掉，多存善念，多行善事。你今天帮别人一把，老天爷明天就会在你的命盘上画上一笔功德，你的心变宽了，你的命就顺了。这才是千金不换的改命大法。人活一世，草木一秋，今天我们能结下这个善缘，也是老天爷的安排。最后我想邀请大家在底下的留言区留下你们的善言或者祈福，你可以写一句愿我修心养性，全家平安健康，也可以写感恩老天爷的考验，我愿多行善事，积攒福报。哪怕你只打上心存善念这4个字，都是功德一件。为什么我要你们这么做？因为当几千人几万人都在这个留言区里留下正能量，留下善念的时候，这里就会形成一个极其强大的正向磁场。你们每留下的一句善言，不仅是在给别人祝福，更是在为你们自己，为你们的子孙后代积阴德，种福田。好了，愿大家心存善念，福气满满。我们下次再聊。